好的，今天我们来深入看看这个系统性文献回顾哦。很多人会卡在一个点，就是你从资料库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，然后嘞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特别是你题目如果很红，哇，那个结果可能是几千几万笔诶。那这个筛选步骤啊，到底要怎么做才有效率，又够严谨？这感觉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结果的品质诶。对，没错，这个筛选啊，它的目标其实蛮清楚的，就是要把所有能回答你问题的文献尽量都找出来，同时也要想办法降低这个过程本身可能产生的系统性的一些误差，就是所谓的偏误 bias 了哦。还有要确保你筛选的结果是可靠的 reliability，简单说就是又准又稳。了解。那具体来说，有什么建议的做法吗？我看资料里面好像有提到一个流程。是的，现在比较新的指引呢，大概都建议分3阶段来做。第一阶段就是很快地扫过标题还有摘要，做个初步判断，把明显不相关的先去掉。嗯哼第二个阶段呢，是针对那些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关系的，去把它的全文找来。，OK。然后第三阶段就是真正坐下来，仔细读那个全文，然后根据你一开始定好的标准，决定它到底符不符合纳入条件。听起来蛮有道理的，但资料里面好像特别强调要独立审阅，这个听起来就很花时间呢。如果我资源有限，一个人好好做不行吗？这个问题很好啊、理想上了哈，最好是至少有2个人独立地去做刚刚说的那3阶段。为什么要独立？主要就是怕一个人看走眼，或者是有个人的主观偏好，不小心漏掉重要的，或者选了不该选的。嗯嗯。那如果2个人看法不一样，诶，这个很常见嘛哈，那事前就要先讲好游戏规则，看是要2个人好好讨论达成共识，还是说，找第3个比较资深的人来做最后裁决。哦。当然，你说资源有限，一个人做也不是完全不行啦，但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。那到时候写报告就要诚实说清楚这个限制。了解了解，透明度很重要。哎，说到报告，那资料里面提到的那个 PRISMA 是什么东西呀？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标准作业程序。对，Prisma 它的全名是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-Analyses。与其说是 SOP，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套报告指南。它给你一份 checklist，还有一个流程图，提醒你啊，在你的研究报告里面，应该要包含哪些资讯，才能让别人清楚知道你这研究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所以跟筛选关有的部分，它要求什么？针对筛选这个环节，Prisma 就特别强调，你一定要讲清楚几个点，像是你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哪些研究要，哪些不要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纳入跟排除标准。还有，你从哪里找资料的？是 PubMed 还是 Google Scholar 还是其他的资料库？来源要清楚。对，然后你的搜寻策略是什么？关键字怎么下？有没有限制语言或年份？最后就是这个筛选过程本身是怎么进行的？几个人做？是不是独立做？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解决？这些都要交代哇，要求蛮细的。那个流程图呢？啊。那个流程图超重要，几乎是必备的。它就像画一张地图给你看，从一开始你总共找到多少篇文献，然后经过第一轮筛选，看标题摘要，排掉多少，剩下多少。再经过第二轮，看全文，又排掉多少，最后真正纳入分析的有几篇，每个阶段排出多少都要写清楚。而且特别是那些看了全文才决定不要的研究，你还得简单说明一下排出的理由。理由很重要。对，这张图可以让读者很快就看出你筛选过程严不严谨，有没有漏掉什么。OK，这样整个就很清楚了。不过，面对这么大量的文献，这个过程要怎么管理呀？有没有推荐的工具？不然感觉会很乱。工具的选择其实很多元啊，真的要看你的状况，文献量多少，有没有跟别人合作，预算多少。最简单的方式可能就是用 Word 或 Excel 表格吧，
但如果文献一多，老实说很容易搞混。对呀，感觉会眼花缭乱。所以比较常见的是用参考文献管理软体，像那个免费的 Zotero 或 Mendeley， 或者是要付费的 EndNote。这些软体可以帮你把搜寻结果汇进去，自动去掉重复的，还可以让你做标记、存全文、写笔记。哦，所以可以在里面注记说这篇为什么排除吗？对啊，比方说用它的标签功能，而且他们还可以帮你自动生成参考文献格式啊，省很多事啊。对了，汇入单篇文献的时候啊，尽量用 DOI 或 PMID， 如果是医学领域的话，通常比较不会出错。DOI 就是那个文章的身份证字号码。没错。那如果你的团队比较大，或是研究要求非常严谨，现在也有一些专门为系统性回顾设计的线上平台，像是 Covidence 或 Ryan， 这些都是。他们通常内建了支援2个人独立筛选的功能，会自动标出2个人意见不同的地方，方便你们讨论解决。哇，听起来很方便呢。对啊，可以省下很多沟通跟整理的时间，也比较不容易出错。不过这些通常就是要付费，或是要看你的学校或机构有没有订阅了。了解，所以工具是辅助啦，重点还是过程要确实。资料里面好像也一直强调记录。没错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句话用在这里超贴切。你每一步筛了多少篇，排除了多少篇，特别是排除的理由都要仔细记下来。这不只是为了符合刚刚说的 PRISMA 的要求，更是好的研究习惯。而且你想想，前面筛选做的越仔细，后面要做资料提取的时候，也比较不容易出错。像是不小心把不符合条件的研究也抓进来分析，或是操作里面的数据搞错定义之类的。资料提取又是另一个大工程了。对啊，这边顺便提一个小观念，就是分析单位 Unit of Analysis。在做这种系统性回顾的时候，我们分析的对象是每一篇独立的研究本身，看的是他们的总结数据或结论。我们不是去分析那些研究里面个别参与者的原始资料哦，那个是不同的层次。哦，了解，是分析研究的结果，不是研究里人的资料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今天从资料里看到的重点。这个筛选文献的过程虽然可能有点花时间，甚至有点枯燥，可能不是最有趣的部分了。对，但它绝对是确保整个系统性回顾品质好坏的一个基础工程。所以关键就是要有一套系统化的步骤，然后善用适合的工具，最重要的是要巨细靡遗的做好记录。所以也告诉我们就算你的资源不是那么多，没办法用很贵的软体或者找很多人帮忙，但只要善用像 Zotero 这种免费工具，然后坚持把记录做好做满，还是可以大大提升你研究的可信度。没错。最后我想丢一个问题让大家回去思考一下。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怎么样严谨的去筛选外在的研究文献，目的是要减少研究过程中的偏误。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呢，在每天面对网络上生活中这么多资讯轰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建立一套有效的筛选机制，来过滤进到我们脑袋里的讯息？又要怎么去觉察，甚至去检视自己脑袋里做判断的那个过程，来尽量减少我们自己的认知偏误呢？这个或许又是另外一个也蛮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吧。